广播剧《我还有母亲》根据郑南川同名小说改编。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，李老师从云南昆明大学到加拿大读博士，出国30多年后，耳顺之年，一次回国探亲，下飞机回家，途经长途车站餐馆发生的故事。李博士在餐馆坐下等餐，中年老板见到有些洋味儿，并提着把手上套着飞机标牌的李博士，与他迎面而坐。他们彼此聊起母亲的话题。李博士急切地想垫垫肚子，然后赶长途车，早点回家见到母亲。饭店老板出生后就失去了母亲。谈到母亲，他不由得从钱夹子里取出母亲婚前的照片，让李老师看。饭店前台和服务员们看到眼眶发红的老板，也勾起了思乡念母、盼归之情。剧中人物李博士，60多岁中年男士，某大学教师。80年代后期，国内硕士毕业后当了大学教师，后赴加拿大读博士，在加拿大工作20多年。老板40多岁中年男士，朴实和气，还健谈，经营小餐馆为生计。小毛20岁左右女孩，老板的远亲，餐馆前台，性格活泼开朗。陆姐30多岁妇女，餐馆服务员，动作利索沉稳，有春城阿庆嫂之称。昆明长途汽车站的一家云之南菌汤面馆，门楣招牌是白底手写秘书体黑字，托在几根竹子上。室内前台坐落在进门靠墙一侧，左侧有几张4人方桌，右侧靠墙2张10人圆桌。李博士双手推着2只大旅行箱子，脚下一个小箱子，身上还挎着旅行包进来。陆姐手和手臂上端着3摞的韩晚餐具。您几位？来里边请。您行李多，坐靠墙那张桌子吧。Thank you。谢谢啊，就1位。您这儿上菜快吗？快，车站饭店都是赶车的客人，都是快餐，10分钟就让您吃上。您把行李靠墙放，小毛把菜单给客人。得嘞，陆姐。哎呦喂，您这大箱子小箱子的，箱子放旮旯角那儿吧。仨箱子，您这2只手怎么拿呀？我来帮您一把吧。哎，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吧？不用了，谢谢啊，我自己来吧。哎呀，这个店10年前我就来过呀，招牌换了，原来是叫老东北餐馆，现在咱们这儿兴吃山蘑了。我小时候蘑菇满山都是啊，没人吃，现在也是山珍了。老板从厨房出来，走向前台，听到了对话，转头看了一眼墙角的李先生。蘑菇就是菌，营养全。您是河津县的吧？从哪个国家回来？美国吗？不，从 Montreal，从加拿大回来。哎，
您听出我的口音了吧？哎，您也是核心的，哪个乡的呀？我是闽里县的，与核心挨着。我们村儿几个媳妇儿都是核心的。小毛，把我的老白茶给这位沏上。您怎么称呼啊？我免贵姓李，我当过老师，家乡人呢都叫我李老师。哎，您贵姓啊？您这茶一堆，拿哪个呀？就那个5A 的老白茶，用我那个青花瓷茶具沏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免贵姓许，言无许。您在哪儿教书呀？教什么的？陆姐从小毛那儿接过茶叶、茶壶和2个透亮的带把手茶杯，用滚开的水沏好茶，端到老板和李老师对坐的餐桌上，娴熟的先给李老师，再给老板斟上。李老师，您请用。5A 级别的茶是咱们云南勐腊野山茶，生的，窖藏10年以上的珍品。茶壶、茶碗我都用滚开水烫过的，您慢用。哎，谢谢啊，我也称您陆姐吧。在云南长大，听说过，还没喝过多年的野山茶呢。哎，谢谢。我称您徐老弟吧。当年我在云大历史系留校教书，出国读研究生呢，也给教授当过助教，还算是老师吧。我最爱看历史剧了。哎，李老师，历史上的皇帝啊很威风，可这后宫太乱了。后宫娘娘妃子真不如咱百姓家的女人，要是我可不愿意进宫。去，小孩子别瞎插嘴。要我说呀，你比娘娘还美。哎呦，看这些瞎编的电视剧，你还当真了？哎，李老师，您说电视剧里说的是真的吗？这姑娘是我家亲戚。有些内容呢是有历史文献根据的，更多呢是艺术夸张的。小说、电视剧讲的都是些编写的故事。当年记述这些故事啊，也不是作者都看见经历。历史文献或者野史呢，也需要分析。我们研究历史呢，就是根据考证、分析和文献，找到合理的内容啊。您这是真有学问。哎呦，我们顶多就是看个热闹。好些书和那些导游把咱们云南王龙云都说神了，娶了10多房太太。老蒋介石都敬着他，亲自参加他的第9个太太的婚礼。哎呀，说法多了去了。李老师，龙云的官邸就是现在昆明的国宾馆，我去过。我的老乡在那餐厅当服务员，好几栋灰色砖楼，古树花园，中央首长来云南都住那儿呢。饭店店员们和同乡李老师寒暄了一会儿，大家很快的都有彼此亲近成一家人的感觉，话题延续到更近的聊天。这时，陆姐端着一碗漫溢菌汤香气的大海碗放到李老师这边，将一小碟鲜菜叶倒在汤面的表面上，随手又给老板斟满了。李老师，您慢用，我们老板呢和您对脾气，趁着现在顾客少，您们慢慢聊。这辣子是四川焦做的，香。您哪年出国的？88年吧。大学毕业当了几年老师，后来我去了加拿大读研究生。那时候国外比国内富裕的多吧？我那时候才挣310大毛。国外听说啊，家家都有汽车、洋房。哎，您到那儿住的什么房子？那时候还没我呢。听说那时候县官都没有轿车，您到那儿买车了吗？我只带了200美元，和我3年的工资啊，那还是家里给凑的。到那儿虽然有奖学金，可交了学费啊，不够租房吃饭的，真苦啊。
哎，你们以为我们到了发达国家，一下子就过上他们的生活了？我们每天下课还要打5、6个小时的工呢，每天呢睡不到5小时呢。听说呀，得干刷盘子、拖地、送餐什么的。哎，还有扛死尸，是吗？哎，静下说，人家医院有车，还用人扛啊？我姐单位一个出国的，走了7、8年都没回来过，说是没钱回来，是这样吗？确实没钱，我头10年呢都没回过探亲。那时候上大学学了几天哑巴英语，训练3个多月的听说读写，就出去了。到了国外，上课补英语还要打工，没时间也没钱回来呀。春节给家里打电话嘛，还不敢多说，为了省钱嘛。那还不如我们在国内，我们上班挣工资，下班挣外快，酒肉随便造。我是85年出生的，那时我爸妈下班推车卖日用品，我在车底下玩，街上好吃的都吃遍了。李老师，我再给您加点汤。李老师，您家人跟您去了吗？电视里演的好多一个人出国，最后啊对象吹了，还有的都离婚了。我是出去了5年以后，攒够了路费，才伴他们来家庭团聚的。呀，你这丫头，又是电视剧，哎，有这种事也是个别人的，哎，不能说没有。李老师，您说是吧？哎，对，里面的客人要结账了，你快去吧。李老师，您这次是会来旅游的，还是探探经历啊？哦，主要是看看我母亲啊。李先生说到母亲，停住指尖的筷子，抬起眼眉，额头挤出个王字，微笑的神情，眼眸显得格外清澈。老板却颔首垂眉，双手紧握茶杯，指头好似颤抖。他抬起额头，盯着李老师发指。李老师，您多大年纪了？出国都30年了，您的母亲多大年纪了？回来还有老母亲看，您可真幸福。说话间，老板双眉的8字儿更大，张开口的嘴型让他显得更加呆滞，好像脖颈那节椎骨突然脱落一般，头低下。小毛心里知道，李老师的话扎到老板远房舅舅的心了，赶忙走过来侦查，并摸着舅舅。表舅，我都60岁了，母亲也快90了。哎，您也就40岁吧，老人家应该还年轻。我们这些出国的人呢，在外啊道远，放年假最多回来看1次就不错了。哪有您这个福气啊？老人就在身边，随时都能看，多有福气啊！您家的老人跟您一起住吗？老板难为情似的慢慢抬眼，淡淡的苦笑了一下。此时，小毛摸着表舅的肩膀，轻轻揉搓着。陆姐端着空盘子，也停住脚步，望着老哪有那个福气？哎，我的母亲早就走了，我都没见过她的面。老板说着，眼圈泛起红云。李先生吃惊问惑的眼神似乎钻到他的眼眸里。老板没抬。李老师木讷的语气问：怎么会呢？老板是……老板抬起左手打断了小毛，同时右手伸到上衣内兜取出钱包，小心地
抽出一张黑白照片，印着一位20岁左右、梳着辫子的女孩，一看就知道是照相馆拍的老照片。老板自己端详了一会儿，然后转手递给李先生。这是我母亲年轻时的照片。你的母亲很美啊，真的非常漂亮。哎呀，可惜呀，我只见过她的照片。这是她婚前留下的，我随身揣着，都10几年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母亲生我的时候大出血，保住了我，她却走。我出生就没有母亲。他说到这儿，眼泪如开闸的水，赶紧用手背抹眼泪，抑制住哽咽的喉咙，没哭出声。小毛迅速抓起李老师面前的餐巾纸，塞到表舅手里。表舅，李博士转动无声自语。哎，真没想到回家看母亲的路上，会邂逅一位一出生就没有见过母亲的人。他暗想，我可是真有福的人呐，这位兄弟真是好可怜。这时，老板把照片凑到李老师的眼前。李老师，您看我长得像我母亲吗？在镜子里，我总觉得眼睛、鼻子、脸盘儿，连耳朵都像她。您觉得哪儿最像？我觉得我的脸盘和眼睛跟我母亲的一模一样。都很像。儿子随母亲，你的眉、眼都透着你母亲的善良啊。是啊，我们老板可和善了，从不跟我们发火，跟我们吃的一样的。他总说我们也不容易。有火都撒我身上了。看我表舅那眼皮儿有3层，大耳朵还有轮，一看就是福相，特吸顾客。李老师望着40来岁的老板，老黑白照片上，他怎么能看清40多岁的汉子与不到20岁少女相比的样子？可他知道他们是母子，觉得确实像。他心里想，老板他是多么希望自己长得和他母亲一模一样啊！站在镜子前，就似乎看到了母亲。李老师心里说着，感觉血液瞬间涌到了喉咙，眼睛里冒出了血，哽咽着声调连声说：“很像啊，确实很像。善良是可以遗传的，而且还能感染身边的人。老板已经把善良传给你们大家了。”对，您说的没错，我们是车站饭馆。原来啊，我见到背着大包小包、带着老的、抱着小的进来，又不舍得花钱，我就烦。可我们老板就不，总是教育我们。我以前也是，有的客人呐，喝了茶，看看菜单，起身走了，我就拉着脸给他们几句。老板说别这样，你想他们不想吃吗？这不是兜里没钱舍不得吗？李老师，您身上带着母亲的照片吗？有啊。
李老师立刻从背包里拿出钱包，仔细地抽出一张彩照递给我。老板接过照片，盯了很久。多么慈祥啊！李老师，请向您母亲问好。我感觉她老人家也是我的母亲。啊，是的，也是您的母亲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弟兄。我把我家的地址和家里的电话号码都写给你。我要在这儿休假1个月呢，真的希望你到家里来看看。从这儿坐车40分钟就到了，到时候咱们喝母亲酿的米酒。好，我安排好时间一定会去的。哥，等我。哎，天下的母亲啊，我都想看。母亲会舍命给孩子啊！表舅，我也去。去，还有陆姐也一起去。我给你们留着加拿大的冰葡萄酒，那可真是很甜的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《我还有母亲》，小说原著郑南川，编剧导演张国瑞，剧中人李博士由北风扮演，老板由方正扮演，小毛由慕容扮演，陆姐由杨洋扮演，旁白燕如，制作合成北风，出品加拿大歌华剧社，2023年1月。谢谢收听。